韩国的有钱人有多会玩，财阀家的爱犬偏好了一个女孩，他向手下示意，悄悄往女孩的酒杯中倒入一种秘密的液体，女孩一饮而尽了酒杯中的酒。财阀笑得异常灿烂。男子名为卢泰南，是韩国著名的军工企业老板，连他的座驾都是价值100万的比亚迪。对待自家爱犬胜过初恋情人，常常光顾各大社交场所，这些场所还为宠物狗专设通道，一只项圈的价值堪比一栋别墅。正当他准备外出时，偶遇了一位女性，这让那女人的男友大为光火，随即向狗子的家人示好打招呼。但卢泰南恰好见证了这一刻，正如俗语所说，狗的行为反映其主人。作为一个顶尖的富翁，他不会容忍眼前男子的无礼。那男人不自知身份，质疑这里不应有狗出没，附近的保安立刻将他制服。男子猛然意识到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随即开始请求原谅。伴随着他的尖叫，狗子仿佛真懂人话，静待那男子向其道歉。在被威胁的情形下，男子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但卢泰南仍旧愤怒不已，最开始痛打那名男子，他认为自己的狗受到了不公，打算为爱犬寻找伴侣。目光落在名叫吴二凡的年轻人身上，正是演艺圈的当红明星，周围围绕着一大批忠实的女粉丝。女子饮下那杯酒后，接踵而至的是一场悲剧。之后，女子就去了警局，此时她已经憔悴不堪。她将这一切告诉了姐姐，她的姐姐是一名军事检察官。当她得知妹妹遭受侮辱，愤怒难以抑制。而另一侧的吴二凡仍未察觉到事态的紧急，他正在与朋友们享受派对，门铃突然响起，一位浓妆艳抹的女性出现。此刻的吴二凡还在犹豫，一抹微笑让他们不知所措。吴二凡没意识到，这位女士就是检察官，他直截了当的开门见山，要求吴二凡交出侵犯视频。在场的人都被他的要求惊呆了，随后便出门查看，确认那女子确实在此。吴二凡放松了心情，挑了一根球杆，准备与朋友们好好玩一场。一场不平等的战斗即将展开，在红色高跟鞋的协助下，众人被这位友人果断的行动所打动。他迫使吴二凡交出手机，吴二凡试图以卢泰南的名义吓唬他们，毫不知情，完全不将对方放在眼里。接着他掏出了一部手机，拨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他最终找到了他的妹妹世娜，将视频备份交给了他，誓言要让恶人受到惩罚，还是选择默默忍受，一切听从妹妹的决定。但世娜担心遭到报复，也不愿让自己的囧事广为人知，她选择隐藏真相，默默地接受失败。还有就是媒体突然报道艺人吴二凡神秘失踪。听闻此事，泰南隐约感到事态不妙，他联系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龙九，委托他调查好友二凡的行踪。龙九迅速行动，联系到了同为军事检察官的贝万。就在前不久，贝万通过了艰难的司法考试，却在职场上遭遇了挫折。他四处面试，却屡遭拒绝。龙九找到了这位职场失意者，希望他能成为军检。投身于此事，贝万渴望成功，于是接受了这个职位。不久，在龙九的助力下，他成为了军队检察官。贝万注视着显示屏上的吴二凡，答应帮助龙九寻找他所需之人。接着他指派了手下去查找二凡的行踪，我却独自一人前往会所查看监控录像。很快我在二凡家门外看到了一位红发女性，但监控只捕捉到了女子侧脸，无法确认其真实身份。我赶到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搜查，在地上发现了碎片。清理掉血迹后，我又在沙发缝隙中发现了女性的头发。这时我偶然遇见了龙九，向他汇报了所发现的线索。但龙九并不关心这些细节，他急切只想知道最终结果，只得继续寻找二凡的去向。不知情的是，此刻的二凡正坐在一辆车内，这正是某军检察官的杰作。他开始恐吓二凡，声称二凡不配做真正的男子汉。他返回团部时，却遇到了参谋长和一堆大麻烦，而参谋长显然对他印象深刻，人的缺点仿佛无所不在。参谋长怀疑他整容了，无人能及其帅气与洒脱，他的怪癖让人不太适应。参谋长对此沉思良久，一句话也不说。然而贝万却深得参谋长的青睐，他的拍马屁技巧出神入化，不仅给参谋长洗脚，还主动为其捶背按摩。只有亲近领导才能得心应手。如何获得他人的核心情报？意外的那人竟是卢泰南的母亲，他必须想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博得龙九追求富有的卢泰南母亲的好感。令龙九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见面时，他居然当场向卢泰南下跪。这位妇人总是出丑，母亲给了他一个猕猴桃作为奖赏，随后剥去了其表面的绒毛。面对儿子的恳求，母亲却置若罔闻，因为她即将成为韩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5星上将，她绝不允许任何人阻挠自己的前途，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泰南紧紧握着猕猴桃，不由自主的脚下渗出液体。1小时后过去了，母亲便告辞离去。过了1小时，母亲渐渐走向他，取回了儿子手中的猕猴桃，重新装满逃生背包，危机便被化解。这位母亲虽然心狠手辣，但并未使儿子变得顺从，也不打算偿还银行的债务，那比我5000个小目标的贷款，他打算让银行行长背这个黑锅。很快龙九找到了德万，给他安排了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行长的儿子正在服兵役，他打算给秀浩制造麻烦。不久就锁定了秀浩的位置，秀浩仅仅清了清嗓子，他滥用职权，让秀浩免除了训练，并为他安排了私人房间。房间里的冰箱装满了单价100元的矿泉水。秀浩的训练装备，甚至有人替他清洗面具。对于这样的周到关怀，秀浩真挚地表示了感谢。但情况迅速发生变化，
军事检察官开始介入调查此事，审讯秀浩的人络绎不绝，众目睽睽下审视着他。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控秀浩独享特权，使用特别房间，饮用昂贵的矿泉水，还要求排长为其洗衣，将所有指控都推脱给了秀浩。此时秀浩也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冤枉，在备万的审讯中，成功揭露了一宗行长之子滥用特权的事件。在其服役期间，秀浩被判入狱，他父亲也因此丢了饭碗。参谋长对备万的表现极为满意，因此他获得了晋升，同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随后，备万与龙九取得了联系，从这次事件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他的野心远不止此，还在膨胀。经历了这次事件，很快便与卢泰南会面。卢泰南得知备万的能力非凡，泰南考虑请他帮忙豁免服役。听闻这一请求，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龙九立刻介入，缓和了尴尬局面。在韩国，拒服兵役被视为极为严重的行为。泰南彻底信任备万，将其视为己出。他确实不想在母亲所在的部队服役。意外的是，备万的行为出人意料，但他深知泰南母亲的身份和背景，承诺将全力以赴，尽职尽责。泰南对此举表示赞赏，但龙九却感到非常愤怒。此刻的备万对龙九已不再放在眼里，因为他找到了更有力的靠山。接着，泰南前往医院找世娜送花，试图获得对方的原谅，话语中隐含着威胁的意味。他注视着世娜紧握的双手，感觉到视频盘可能就藏在那里。他随即开始抢夺，打开别人手中时，但并未发现 U 盘。就在此刻，一名保镖突然介入，接着泰南上了车。他宣称会解决此事，让泰南不必再介入，并邀请他共同前往任命典礼。与此同时，指挥部通知了备万和杰出人员，要他们代表指挥部出席，参加芦花将军的任命典礼。他们正准备启程，一辆黑色车辆挡住了去路。一名染蓝发的人从车上走下，蓝发向车内招了招手，车辆随即停下。就在几天前，那位被诬陷的银行行长之子秀浩联系上了蓝发，他请求对方清除栽赃他的检察官。那位刚晋升不久的大渣男备案，对女下属格外照顾，告诉他坐车就可以，自己则下车对付那位英俊的流氓。在单打独斗时，他一点也不畏惧，刚好那人也在场。在这时，几个壮汉从车内走出，紧跟着另外2辆车驶来，10几个人手持棍棒将他包围。备万表面镇定，内心却焦虑万分。听闻蓝发的命令后，人群蜂拥而至，虽然敌强我弱，但身为检察官的备万展现了应对能力，他凭借灵活的动作将几名暴徒击倒，而其他人则在一旁津津乐道。随后车内的音乐响起，蓝发发起猛攻，痛苦难以承受，但还是有人流露出怜悯，迅速给予了鼓励的眼神，但很快就感到力不从心，陷入了下风。因为将军的任命典礼在即，时间紧迫，只得求他人相助。他随意走下车，随手抓起车上的雨刷器，他的举动引得众人哄笑。这时备万意识到了手下的能力，迅速加入战斗。随着伙伴的精准一击，战斗宣告结束。备万感到力不从心，请求伙伴替他驾车。一旦坐进车内，就注意到了后座的假发。他瞪大了眼睛望向伙伴，不敢置信地看着对方。当对方戴上墨镜，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门口那位女士的身影。这个男的刚方便完，有个女人突然冲进门来，女子踹了他一脚，他打算教训现在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女子把男人的头按进马桶里，在他厉害的气势下，男的只能老实认输。刚才大家都来参加他的升任典礼了，就连军检官都一样，而那个男的完全不把他当回事，因为他的内心认为要打他。女性不适合当部队将军，而他还有其他更厉害的手法。18年之前，他引发了一起车祸，解除2名妨碍晋升的军官。几年后又指控 IM 军工厂会长车浩哲涉嫌贪污受贿，通过控制股价，以低价收购次公司，帮我制造一个假的车祸现场，把前会长车浩哲干掉。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既掌控军方，又掌控商界。他并不知晓，男孩幼年时发生车祸，父母不幸遇难，和原军工厂老板的女儿双双成为了军方检察官。那男孩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原会长的女儿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经过3年的努力训练，最终恢复了健康。他的任务是与备万联手报仇。此时的备万毫无所知，还在替敌人的孩子干活。经过我自己的调查，他已经知道了艺人吴二凡失踪的真相。当天，卢泰南和二凡一起去喝酒了，二凡和他的粉丝世娜一起参加，世娜也因此被羞辱，而他的姐姐就是军事检察官有人目标定在二凡身上，很快就来到了对方家门口，凭借自己灵活的身手打败二凡及其团队，然后叫上自己的朋友何俊来帮忙解决最后的事情。而何俊正是有人的爸爸的老下属，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朋友。终于揭开真相了，终于我找到了我的好朋友，想从他嘴里确认自己的猜测。面对众多的询问，有人并没有争辩，而是向他透露了实情。他说他父母车祸的原因不是意外，但是这是卢花英将军巧妙策划的阴谋。面对有人的话，备万并不完全相信。他去问了之前和他父母一起工作的同事，而对方的回答相当含糊。
因为他不想得罪将军卢花英。此时他们对父母的死因持怀疑态度。接着他找到卢花英打听一下消息，而对方对他并不感兴趣，因为之前贝万答应帮泰南逃避兵役，这让卢花英很生气。贝万看到了对方残缺的大拇指，他脑中突然浮现出了当年车祸的场景，那个出现的女人作为一位将军卢花英即将开始的复仇行动。你有没有见过去理发室会哭的人？因为他是个时髦有钱的富二代，他对穿着和发型都很注重。他现在要整理装备去服兵役，而他参军的真正目的竟然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就在不久前，他这个富二代真是太嚣张了。在会所里，我和朋友欺负了一个女孩，然后有人拿到了他的犯罪视频，报警了，证据确凿，毋庸置疑，很快就抓到了富二代卢泰南。为了躲避法律惩罚，作为5星将军的母亲，他滥用职权，强迫他参军，就算让他上军事法院，母亲还能帮他洗脱罪责，警察只能放人了。部队内的军事法庭会处理这件事情。回答记者的问题，泰南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他回到家，打算整理行李去参军，看到他手里的东西，手下龙九哪里能这样呢？说这些东西不能带进军队，连穿的衣服和行李都要寄回家。他听到说要用公共澡堂时，大吃一惊。他从小被宠爱着，对这种境况完全陌生。他呆坐在沙发上，幻想着接下来几年艰难的生活，被他的嚣张气焰弄得哭了。然后大家都看着他来到了军队，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军事法庭审判，审问他的人就是军方检察官有人。就在这个时候，卢花英急忙赶到将军母亲的身份上，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影响法庭，从而能获得对儿子有好处的判决。正准备开庭的时候，了解到父母车祸死因的军检察官赶到了。他慢慢走到检察官的席位上，盯着这个害了我父母的罪魁祸首。他决定从对方孩子开始自己的报复计划。庭审开始了，受害人的世娜也在庭上作证。他说他和艺人吴二凡一起去了夜店。在检察官的询问中，众人大概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有人给出了世娜的检测报告，这也证实了那杯酒里真的有神秘药物。有人这边战局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另一个检察官贝万持有不同意见。当对方律师龙九站起来的时候，他说女孩吃药后开始产生幻觉，我不确定卢泰南是否侮辱了我。他把责任都推给了泰南的朋友吴二凡。在律师龙九的霸气和锋芒毕露的口才下，世娜陷入尴尬的沉默。我的律师太厉害了。卢泰南也笑得很开心，因为要听取吴二凡的陈述。初审已经完成了。后来泰南的妈妈卢花英找到了龙九，让他怎么样都行，一定要让我儿子无罪放出来。龙九就这么答应了，因为他心里也有想法。二审马上开始，艺人吴二凡来到审讯台。就在刚刚，二凡众人被有人的朋友何俊给送去坐牢了，没见到将军的妈妈来。卢泰南显得非常紧张。龙九走去找二凡，问他当时和卢泰南是怎么干坏事的。二凡却表现得很镇定。龙九承诺给他1大笔现金，会尽一切努力将他保释。在龙九的胁迫下，二凡只好面对现实，他承担了所有的罪责。泰南得到这个结果非常高兴。此时台下的人们都在谈论着菲菲，很多人都说卢泰南被冤枉了，这都是他妈妈卢花英安排的。有人快要输了，他很紧张，但现在的证据不够证明卢泰南没参与。很快龙九就拿出了证据，这话一出，有人大吃一惊，连主角卢泰南都糊涂不知所云。他不敢相信律师竟然要帮他摆脱罪名，居然这么冤枉自己。面对这种情况，观众席里人们哈哈大笑。他从小被宠爱着，没经历过这种羞辱，看着眼前龙九的肆意妄为，简直是太侮辱了。卢泰南再也受不了了，他问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他。现在的卢泰南已经彻底失控了，他勇往直前地冲向法官，表达不满意，但很快就被拉出了法庭。他生气地盯着龙九，永远记住这个让自己丢脸的人。有人难以相信眼前所见，然而贝万却一副淡定的样子，仿佛他早就意识到了结果。他想让卢泰南无罪释放，然后去服兵役。他打算在军队中开始报仇。这个新兵开始当兵的第一天，盯着桌上的好吃的，他居然把它当成了澳洲的夏洛利牛排。当你咬下一小口牛排时，再来一瓶8年份的拉菲酒，如此美味，简直让他的味蕾欲罢不能。但是他很快就被现实击溃了，他吃的这顿饭真是不好吃。他的行为让大家都吓了一跳。看着这么拽的新兵，教官让他捡起掉在地上的食物，他还是那么嚣张，从未改变过，说自己是被将军妈妈逼着来服兵役的，不把教官当回事。面对这么嚣张的富二代，教官要先把他隔离开来。他让大家停止吃饭，罚众人做俯卧撑，这是部队的规定，一个人出错，大家都受罚。面对教官的行为，富二代泰南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他精神不集中，他经常玩得很晚，因此身体也经不住，每次都拖团队的后腿。激烈的拉练使他郁闷不已，他在军队里显得不太适应。他军人母亲卢花英看到了这一幕，长官问要不要照看泰南，但是我妈妈却马上拒绝了。他坚决遵守军队的规定，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例外。泰南拖后腿，
训练受影响，队友对他都不满意。由于泰南之前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律师龙九称有身体问题，此时众人开始戏弄他了。作为个男人，他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侮辱，可是这是在军队里面，没人会对这个富二代手下留情。就在这个时候，教官迅速赶来给他加餐，大家都去看了。当教官打开的时候，但是那是一条2米长的泥鳅呀。教官说是为了帮泰南恢复健康，告诉他吃什么来补充什么。激烈的锻炼和人们的侮辱，这让泰南受到巨大的痛苦，晚上睡不着觉，甚至上厕所排便都困难。他只能一直狂喝水，帮助自己上厕所。无论他怎么试，都排不出大便。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名在夜间巡逻的士兵，他朝着泰南看去，情不自禁地开始嘲笑起来。每天都要忍受这种侮辱，他真的无法接受。此时，他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乘机跑进了冷藏车，然后车子准备离开军队，警卫没发现他。另一方面，一个军官拜访了卢泰南的妈妈。你能想象跟农民工一起烤火的这个人吗？你是个富二代吗？农民大叔瞄了一眼那个穷困男人，希望他买盒泡面回来吃。他有点不好意思的接过10块钱。很明显，别人对他说的身份怀疑，觉得他就是一个游民。农民工叔叔也挺好的，想给他找个地方住。要给别人打电话时，泰南想借大叔手机一用，他夺走了对方的帽子后，使用手机后就离开了。没过多久，大叔就收到了一条短信，他吓了一跳，看到屏幕上的信息，就刚才逃离军队的泰南来到了一座民宅，偷走了几件衣服。朋友看到他状况不好的样子，很意外。对方调侃泰南让我很生气，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穿着，请帮我一个小忙，能否让你把车借给我？接着他们俩找到了蓝毛，希望他帮我逃出韩国。得知逃离泰国南部的军方检察官参与了这件事情，很快就找到了泰南的朋友 Curly。 看到有人这一身装扮，头发卷卷的，看起来很紧张，在他们的圈子里，把红发女传描述的太神奇了。在友好和热情的问询中，卷毛将泰南的逃跑计划全部透露了出来。当贝万到达码头时，碰巧看到泰南等人上船。就在船要走的时候，万一突然急速上升，当他走到对方面前，却发现眼前的人不是泰南那个人，而他的身后突然冒出了一群蓝头发的人。听说仇人见面特别嫉妒，蓝毛却像是见到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一样亲切。这是蓝毛和泰南计划的一部分。你可能不知道，为了糊弄那些想抓住我自己的人，面对这几人从容不惊，而蓝毛表现得非常镇定。他在岸边早就安排了人等着。蓝毛下达命令，人们争先恐后。面对对方人多力量强大，贝万不想继续打仗，很快就被一个男人挡住了。但他是北韩特工，看来不行硬碰，非常想逃离这个地方。他脱掉了外套，直接砸在了特工的脸上，接着就跳了起来，直接扑进水里。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大家都不会游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很多人逃离。另一方面，泰南到了机场，好朋友也带来了他的爱犬，然后他帮狗办了登机手续。就在这个时候，女检察官有人一下子就到了，一见他，泰南乱了阵脚，然后转身逃走。两人互相追逐，之前就有人无论去哪里都会带着他的狗。他把 GPS 装在了狗子的项圈上，所以他才会知道泰南在哪里。在空中侦察机的协助下，有人轻松地征服了泰南，很快就把泰南送进了军队的监狱。他等待的是一个陌生男人，他就是送给泰南的特别礼物。他是备受人民尊敬的地雷英雄，小孩子们都很高兴和他一起拍照。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个人突然冲出来，手里拿着把枪。他开枪后举手表示投降，接着保安就把他摁倒了。就是在5年前，地雷英雄万春在一次排雷任务中独自前往雷区救出被困的战友。随着一声巨响，他慢慢的回来了，没有跟战友在一起，因此他也丧失了重要的左腿。地雷英雄被击中枪事件很快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那个开枪的士兵真是没想到，居然是万春救了战友的弟弟。军方检察官也开始调查这起事件。他名叫金勇，是一个工兵大队的爆破队员。他滥用职权，拿了8颗子弹和一把手枪，用伪造证件逃离军队，然后很快就找到了地雷英雄万春。金勇为什么要攻击救他弟弟的人呢？大家都不懂他为什么犯罪，接着就对金勇进行审讯。但面对检察官的问题，他一声不吭。为了找出事实，有人遇到正在接受采访的地雷英雄万春，带了一盆绿植来表达慰问。而此时的万春在记者面前却显得十分痛苦，充满激情地说了一堆空话，把记者送走的同时，从现在开始，万春不明白为什么对方要朝他开枪，并坚称此人必须接受法律惩罚，有人保证会公正的审判。然后将领卢花英找到了万春，声称开枪的金勇肯定知道了一些事情，不然就不会这么惊人了。卢花英对他感到挺失望的。此时的卢花英已经做好了最糟糕的准备。有人和贝万联系上了下班后，说有个东西要给他看看，然后他们一起去了资料室。有人让他瞅瞅手机里的视频，有人之前在万春房间放的是绿色盆栽，里面居然有监控摄像头，没想到居然拍到了个超燃画面。
看手机界面时倍感震惊，曾经丧失过一条腿的地雷战士竟然是假的，偶尔会把左腿伸出来放松一下。听到敲门声后继续假装。贝万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第二天，他召集记者在门口等候地雷英雄万春，然后公开展示出锤子。没想到的是，视频里那个壮硕的左腿竟然没了。他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地雷英雄，在一次清理地雷的任务中，我失去了宝贵的左腿，而一段神秘视频揭露了他的秘密一面。视频里居然出现了我被炸掉的左腿。军检官开始调查这件事情，接下来就开庭审判。检察官有人对地雷英雄万春进行询问，据说事故发生当天有浓雾，不适合进行排雷任务，认为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万春说，作为军人，不管天气多恶劣，都要坚守岗位，每个人都有履行军人职责的责任。然后有人问他如何在失去左腿的情况下将一名重达80公斤的战友营救出来，大家现在都明白这根本办不到。万春发现自己的回答不合理，他一气之下匆匆离开了法庭。门口等的人多得不可计算，我在视频中看到他那壮硕的左腿，他想当着媒体的面披露万春一个未为人知的秘密。当他拿锤子砸断了对方的假腿时，视频里那个壮硕的左腿居然不见了。万春生气地抓住了军事检察官贝万，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羞辱自己。此时的贝万也是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也意识到自己和朋友们犯下了大错。突然，将军卢花英赶到了，随后就对二人进行询问，但贝万却主动承担了所有责任。惩罚委员会认定他滥用职务权力，对他停职3个月。此时的贝万感到十分无助，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的视频。有人有点尴尬地送他离开了，但贝万并没有责怪他。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有人决定先找金勇谈谈。金勇目睹了贝万和友人在法庭上所展现的态度和行为，他也相信了这件事。他对他的朋友说，在哥哥房间找到了一张字条。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他随后开始调查当年和他一同执行任务的人，比较文字的书写样式，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留纸条的人。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贝万。贝万碰巧遇到了一位正在派送外卖的退役军人，从他口中听到了真相。当年执行任务时，万春队长感到肚子不舒服，想上个厕所，但突然出现了一只鹿。中队长担心鹿踩到地雷会误伤大队长万春，然后跟着外卖员去找大队长。万春在上厕所时听到了远处的动静，赶快穿好裤子去看一下。就在这个时候，小鹿不小心踩到了地雷，引发了爆炸。大队长万春被炸飞几十米。中队长听到爆炸声后，赶紧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但是万春在慌乱中错误地射杀了他，当成了敌人。他醒悟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外卖小哥恰好目睹了这一幕，这个被炒作成地雷英雄的人其实是个骗子。我在房间活动腿的时候被拍了视频，他即将面临真相，变得心慌意乱。他去找了将军卢花英，请求帮助。接着副官就来了，他拿出了麻醉药，把他打在地雷英雄万春身上，转眼间他就晕倒了。然后万春被带进了一个神秘房间，卢花英的副官要砍掉他的左腿。当他看到这又健康又壮硕的腿时，他一直犹豫着没法下手。卢花英戴上护目镜，看到这个场景，猛地把副官推开了，随手拿了个切割机，野蛮地剁掉了万春的健康腿。他的狠毒手段让旁边的副官都吓坏了。就在不久前，卢花英的副官在查房时发现了隐藏在绿植中的监控摄像头，所以他也明白这件事即将被揭露，他不得不割掉万春左腿的一部分。而另一边，经过朋友何俊的分析，万春房间里的视频没有被编辑过，这也说明当时万春的腿真的没有受伤，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为了证明这个想法，贝万走进病房，找到了万春，看见他来了，万春非常生气，因为他失去了一条腿。贝万盯着桌上的药物，问他这么久干嘛要打止痛针，取笑他不停地戏弄他，详述当年发生的意外事件。他告诉万春他有人看到了，声称即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示事件的真实情况。在贝万的说服下，我心里真讨厌卢花英，一直都是这样。当他要提及对方的名字时，但是突然进来的护士打断了我。他现在明白自己差点搞砸了，然后就把贝万赶出去了。万春急切地找到了卢花英，把有人见到的事情告诉对方。另一边，贝万已经到达了记者招待会现场，他找到了当年目睹情况的外卖员，他说他马上就来。就在这时，刚好几辆商用车挡住了他的路，一群大个子从车里下来，把他包围了起来。然而车里居然坐着他之前的上司万春，备受人们敬仰的地雷勇士不幸在家中离世。当军方检察官到达时，他已经停止呼吸了。就在不久前，万春担心他被人戳穿，假装成地雷英雄的身份。在将领卢花英的安排下，他带着一群人找到了那个即将揭露事实真相的送餐员，接着把他带到一个破旧的工厂。万春对这个下属很生气，因为只有消灭对方，只有自己才能假装成地雷英雄。长毛担心万春的健康情况，赶紧阻止，让小弟别讲出来。就在这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红头发的女生，来的人是军事检察官友人。长毛不屑地拿出甩棍，没想到
他竟然就拿出了绝招。在有人的压力下，长毛等人不敢乱来，他让送外卖的人快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自己就留下来最后一搏。就在这时候，另外一边，何俊来到部队医院，拿到了重要的证据，然后也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此时，有人已经和长毛等人打在了一起。一句话，导演带头，大家都被有人打怕了。另一方面，等着上万人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等待，终于等到了了解真相的送餐员。庞大的人群把他送上讲台，他的叙述揭示了地雷英雄万春误杀队友的真相。仅凭他一个人的说法，无法证明什么。此时，何俊及时到达。他把箱子给了贝万，贝万慢慢地提着箱子上了台，记者们争相涌上前去。当贝万打开箱子的时候，里面竟然有颗子弹，就证明外卖员说的没错。贝万声称队长的手术非常成功，等他醒来后就可以证明事情的真相了。另一边的情况不同，卢花英发现事情被揭穿后，气得很生气。就在这时，万春急匆匆地找到了他，他催促卢花英想方设法救他自己，说自己是绳子上的蚂蚱。如果对自己漠不关心，他会把卢花英所有的丑事公之于众。万春的行为让卢花英这位将军恨得牙痒痒，然后他跟参谋长碰面了，说万春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让他明天安排人员抓捕。当检察官来到万春家的时候，但却发现他死在家里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因此他很快恢复了官职。由于士兵万春的去世，检察官贝万和友人正在询问将军卢花英。律师龙九说他可以不回答。将军卢花英很合作，他说回家后就直接睡了，无法获得答案。万春的腿就像切水果的刀。作为一名一流的律师，龙九早就掌握了所有脱责的策略，他把责任推给检察官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卢花英心事重重地回到办公室，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他措手不及，他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双手沾上鲜血。而他的下一个任务是为他儿子打下基础。为了让儿子不承担逃兵的责任，他把儿子调到了前线。不知道陪他一起去的人，正好是安排的神秘男人。这个新兵一入伍就遇到了奇怪的事情，因为班长害怕黑暗，所以让小胖陪他。看到班长盯着我看，他本能地避开了麻烦。他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就在这时，教官来了，因为他也晓得班长怕黑，转身就走了。看到眼前的场景，他总是无法相信一个成年男性居然如此胆小。他是个名叫泰南的人，本来是个军工厂的老板。我妈妈是部队里的顶级将领，就因为他欺负了一个女生，母亲帮他逃避法律惩罚，把他派到前线部队。新兵发现有人害怕黑暗，他现在只想赶紧完成兵役，尽快离开这个让他讨厌的地方。他的名字是马兵，他们班的头。新兵来了，得给他送点东西，拉拢关系。刚来的官富二代泰南一点也不懂规矩，马兵长坐在他旁边，问他为什么这么不懂礼貌，然后就掏手机出来了，并让大家一起看。手机上显示的，泰南在机场被电击枪抓住了。应对马兵长的嘲笑，泰南不以为意，他还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然后马兵长把矛头对准小胖，他叫小胖给泰南示范。泰南观看小胖搞笑的表演，他搞不懂为啥对方自毁形象，看不惯小胖被欺负的他想制止对方，他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让马兵长对准他，而他的首要任务是给一些人以警示。马兵长叫小胖跪下，开始一连串的巴掌，无情地侮辱着对方。当泰南准备行动时，秀浩跟着他一起拦住了马兵长，说有东西送给你。这事终于结束了。军队里发生的各种事情让泰南无法接受，快速融入新环境。然后小胖去了泰南，他说泰南做的挺好的，如果一直低头，只会招来更加恶劣的欺凌。他说自己在军队里经历了很糟糕的事情，说自己根本没啥朋友，所有战友都把自己当作笑料，还要让他自己对着镜子玩石头剪刀布。他只有猜中了才能吃饭，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安心的退休，照应生病的妈妈。第二天，我们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对小胖的马兵长不满，又来找茬，问候了他妈妈一下，这让小胖很生气。他要求马兵长向他道歉，他怎么会屈服于懦弱的小胖，还说自己快退伍了呢？离开军队后，他会去探望妈妈，这让小胖感到非常生气。此时的马兵长还没意识到，越是老实的人，逼急了会有出乎意料的表现。为了防止马兵骚扰我妈妈，小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仔细观察，这个胖子拿枪指着自己的战友，看他那奇怪的行为，大家完全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因为平时小胖被他们欺负了不少，这也让他们相信小胖不敢开枪。大家慢慢的前进，看着犹豫不决的胖子，有个人居然拿枪对着自己的胸口。小胖最后还是放弃了枪，然后就走了。刚刚的事情完全没有影响到大家吃饭的心情。就在这时候，现在的小胖已经不顾一切了，他一见人就开火，释放多年来被憋在心头的怒气。就在刚才，执勤中的小胖又被队友打了。面对对方龌龊的样子，小胖突然起义，两人争吵，凭借身体的优势助我一臂之力，小胖阻止了与他一同执勤的队友，并抢走了对方的枪。此时的小胖像是拥有杀神之力，战友们很快注意到了枪声，他们让新兵泰南出去看看，泰南却害怕的不敢动弹。而门外的胖子
疯了一样，对每个人都批评一番。他很快就到了自己的宿舍，他问马兵长在哪里。他对小胖欺负的最厉害，并威胁要闹小胖妈妈的麻烦。他四处张望，没有看到马兵长的人影，但他不想放过眼前的众人。很快，屋里只有泰南一个人了。小胖没有射击他，因为在全队里只有泰南没惹过我。我还给他一把枪，让他和我一起报复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现在的泰南很害怕，他没有选择跟小胖一起报复对方，而是找到已故战友的手机，解锁成功后使用他人的指纹。他给他将军母亲打了个电话，突然他听到了手机里传来的枪声，他现在才明白问题有多严重，之后便和副官一起去了。另一边，小胖去了洗手间，他到处找了，没看到马兵长，他确定对方肯定在这里。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马兵长突然冲出来，把他撞倒了。小胖举手就开了枪，之后慢慢站起来，他走到马兵长面前。此刻的马兵长只能拼命求饶。这个小胖在军队里老是被欺负，不仅要陪班长一起垂钓放松身心，还会在镜子前玩猜拳，只有赢了才能吃饭。小胖受够了委屈，下定决心不再忍气吞声。晚上，小胖加入了复仇者联盟，一碰到人就开口冲他扔炮。当他找到欺负他的马兵长时，枪空了子弹，他猛烈地扣动扳机射击对手，发泄心中多年来积蓄的愤怒。这时候，军队里的人及时赶到制止他，随后就带走了小胖。而另外一边，泰南吓到了，下意识抓起了枪，他站在门口想保护自己。就在这时，一个赶来的士兵看到了这一幕，在众人的逼迫下，泰南只能放下枪支，然后士兵就把他带走了。就在这时，泰南的将军卢花英的母亲赶过来了，他问了问伤亡的情况，得知部队内发生冲突，导致枪击事件，他吓坏了，然后就问儿子泰南怎么样了。听说儿子泰南竟然和士兵对峙，我吓了一跳。他带着满腹疑问走到儿子面前，此时的泰南完全垮掉了。母亲挤过卫兵来到泰南面前，你是不是开枪打死自己的队友了？听到真相，你妈妈是不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军检官开始对小胖进行问话，但对方却一声不吭。被问他是否惦念他妈妈，小胖听到妈妈来了，感到很难过。然后小胖被带进了办公室，他妈妈早就在这里等着了。他看到母亲的样子很难过，母亲难以相信他那一向听话的儿子竟然干出这么惊人的事情。他紧紧抓住儿子的手，他似乎明白自己快要失去最亲爱的儿子了。两人紧紧拥抱哭了起来。母亲始终不敢相信儿子居然会开枪打队友。后来小胖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并坦言泰南没有参与。当检察官问他为什么犯罪时，他却保持沉默。没办法，只好在这里结束审讯了。另外一边，幸存者们正在商讨对策，马兵长让他们统一说法。这时候的马兵长已经火冒三丈，他说对方也都参与了，如果军队欺凌事件被曝光，每个人都得遵纪守法。在马兵长的说服下，大家只能同意了。接着，马兵长开始恐吓泰南，让他别瞎说。他说他妈是军队里的将军，如果被认定为欺凌事件，会对他妈妈在军队里的职位产生影响。然后卢花英找到了泰南，他觉得不应该让儿子遭受军队的艰辛，被吓得够呛，声称要让儿子提前退伍，让他继续当 IM 军事工厂的主席。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什么？居然希望儿子撒谎证言。另一边，军检官有人又找到小胖了，他取出小胖和妈妈的照片，看到妈妈照片，小胖立马兴奋不已，讲述部队内的欺凌事件。泰南在病房犯难，他回想起和小胖一起的开心时光，他内心感到不安，不愿意撒谎。庭审的日子马上来了，小胖也被送去军事法庭。泰南望着曾经的朋友，而对方却微笑真挚地回应了他。庭审开始了，检察官将小胖说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大家，他不敢承认，一直否认着。这个胖子在军队里被欺负得够呛，不管班长怎么欺负他，小胖总是能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委屈，忍让只会助长霸凌者的猖獗。班长开始说小胖妈妈的坏话，并表示退伍后要找他麻烦。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恰好碰到了小胖的底线，班长威胁了他的妈妈，这让他心情非常差。小胖带着枪跑进军营，见谁都要狂夸一番，让多年来一直压抑着的怒气尽情发泄出来。找到了欺负我最厉害的班长，枪里空了，他只能拼命打对方了。很快就要军事法庭审判这件事情，可欺凌者竟然一致的说着相似的话，大多数人声称没有欺负小胖。现在的泰南真的让人受不了，他不愿意接受他的朋友被别人冤枉。泰南宣泄内心的不快感，他对自己的母亲感到很失望，他表现不好被赶出法庭，他的母亲卢花英也离开了。此刻的小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后悔，向失去战友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歉意。军检察官给出了对这个事件的判决结果，有人表示无论为什么原因，不能杀人的行为都做不出来。最后法官宣布小胖死刑，他的冲动导致了他丧失生命。得知这个判决结果，小胖的妈妈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受。虽然小胖的做法很有趣，但我认为为了家人和关心你的人，
有时候确实需要妥协一下。办事的方法很多，但最傻的方式就是把生命当作代价付出。最后，由马兵长率领的欺凌者被法律惩罚了。根据这次军队欺负事件，军事检察官怀疑将军卢花英一条大鱼要上钩了。你对小胖的行为有何看法？她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5星级女将军，而她的手段极为暴虐，无人知晓。为了守住自己的将军位置，她包庇手下犯错的行为，使对方成为部队中的地雷英雄。担心对方身份被发现会影响我，把对方的左腿剁掉了。但是各种线索还是让军方调查人员把矛头对准他只能摒弃那个认为是地雷的英雄。这次军队的欺凌行为导致多人丧生，让军方再次调查他。他们首先要找的就是排雷部队的队长。对方说，卢华英将军根本不知道，是事后他自己向上报告的。在大队长那里，备万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接下来要询问的是将军的副手，他是陪伴卢华英最久的人。可以想象，副官没有透露对上司不利的信息，然后就轮到霸凌事件的目击者泰南了。他的妈妈就是将军卢华英。泰南说可以到法庭作证，但他单方面的陈述无法证明任何事情。当泰南结束口供准备走的时候，他找到了母亲的助手，随后就把他带走了。泰南来见他妈妈了，他十分恭敬。二人离开法庭后分开了，母子的关系变得很复杂。母亲说已经帮泰南办理了病退，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走了，让他继续担任 IM 军工厂的老板。泰南听到消息一点感觉都没有。在何俊和贝万的揭发下， IM 军工厂代理市长龙九被警察抓走了。原来是他私下和国防部长达成约定，试图用过时的武器骗取国防资金。国防部长和军团长也被抓住了，马上军检官就要把卢华英带走了。随着审判开始，检察官有人称卢华英的儿子能证明他犯罪，但他为了保住工作地位而努力。他说他儿子有心理问题，但是他说的话没法在法庭上起作用。但接下来却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将军卢华英的副官驾到。看到他来了，卢华英很紧张，然后他透露了地雷英雄被击杀的事实。副官怎么这么说啊？就在不久前，检察官有人给他录了一段音，这话真是太伤副官的心了。他之所以去法庭作证，随着龙九等人的陈述，检察官要求将军卢华英被判死刑。将军卢华英的审判结束了，他儿子泰南却没要 IM 军工厂会长的职位，将公司的股权归还给检察官用。我自己开了一家宠物店，每天都充实有意义。贝万也送狗子到机场，泰南很开心。有人找到贝万时，他已经成为财阀的会长了。长时间的合作也让他们互相喜欢上对方。